最近，中航工业发布了一篇名为《海上作战攻防演习》的视频。这个宣传片展现了攻击11上舰、东风反航母、歼15击落隐身战机等能力。除了爆炸特效有些五毛以外，整个视频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尤其是该视频很完整地体现了我国的航母舰队反介入区域戒指作战的流程。首先，第一步，卫星锁敌。侦察机和雷达观测距离有限，但卫星没有。中国的卫星监控系统可以在蓝军入侵的第一时间分析敌方舰队主要战力构成，然后歼11、歼15、攻击11无人机以及空警500等飞机一并起飞。有了卫星的引导，霹雳15、鹰击21，甚至是东风都被发射出去，对着预定目标发起攻击。在这里，导演还特别给了卫星画面一个特写，在战斗过程中，卫星完全可以预先为导弹分配目标，再通过预警机将命令传递给各攻击单元，这样既能防止导弹打空了，也可以防止多个导弹攻击同一目标造成火力浪费的情况。蓝军舰队在看到敌人之前就易被击垮。影视作品里面常见的战舰贴脸互轰以及战机狗斗基本上没机会出场。紧接着，红军方面乘胜追击，直接打进蓝军老家。预警机上前搜索敌方阵地和高价值目标，同时继续引导导弹进行精确输出，最终大胜而归。当然，吐槽的人也不是没有，核心槽点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这次宣传片的模型太糙了，一个是歼15击落隐身战机。先说第一条，模型太糙。除了中美双方福特号航母以及辽宁号航母，还有中国方面的主力战机，那是精雕细琢一番之外，别的武器真的是要多生草就有多生草。尤其是蓝方的护航编队2艘压华战列舰、4艘基洛夫巡洋舰，还有2艘无畏级反潜舰。本家的提康德罗加就1艘。护航的隐身战机也不是 F-35舰载机，是韩国的 KF-21隐身战机早期方案版，不知道的人看压抑还以为是歼20呢。事实上，这只是为了节约成本。在制作这类军事宣传片的时候，如果套用以前数据库里面存的成品模型，那整体制作成本会大幅度下滑。当然，功能还是原本的功能这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替代品了，您知道吗？打个比方，我国军演的时候，蓝军那就是用590坦克来替代埃布拉姆斯 M1的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降低火药味有些事情大家懂得都懂但能不戳破还是不戳破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说说歼15击落隐身战机。4代机用导弹击落5代机，很多人看了之后直接大呼魔幻的确，中美历次军演和内部模拟对抗之中，5代机面对3代机、4代机，那都是碾压级的优势。歼20打歼11和苏30的混编机队，那是0比11；F-22打 F-15和 F-16的混编机队，那是0比144。但这仅仅是飞机自身性能，真正集团作战的时候，空军那都是有岸基雷达以及卫星来做辅助的。他们对战场进行数据收集，再借助预警机作为情报终端，将收集来的数据进行整合，重新分配给前线战机。我们就以4代机和5代机的对抗为例，5代机的隐身能力并非无解。首先，它是雷达引擎，不是光学引擎，卫星完全可以看到。其次，我国拥有米波反隐形雷达，可以判断出隐身战机大致方位。那么两者结合之后，空警500进行数据分析整合，最终就可以判断出隐身飞机的精确坐标，并将其传递给前线作战飞机。这样隐身飞机的隐身优势那就荡然无存了。反舰也是同样的原理。我国的反舰弹道导弹之所以对美国航母舰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难以拦截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在这几年里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情报收集数据整理体系。这套体系可以在超视距范围内对敌方舰队进行有效的远程截击。那接下来问题来了，中国有这套体系，难道美国就没有吗？难道实战中美国人就真的跟视频里的蓝军一样，只能当成靶子任由捏圆捏扁吗？答案是，美国虽然有这套体系，但比中国落后了一个时代。这套超远程拦截作战体系最早还是美国人发明的。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军力简直就是巅峰，图22逆火以及图160这些经典轰炸机就是美国克星如果真的把这些飞机放到美国附近再打，那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半个美国化作焦土。所以当时的美国海军便提出了远程拦截作战这一概念，最终成品就是 F-14战斗机带上 AIM-54导弹，在 E-2预警机的配合之下，争取在这些轰炸机离开苏联本土之前就将其拦截。也就是在这之后，预警机成为了航母的常备舰载机。但问题是，这个体系你后来研究出来了，苏联没了。在这之后，美国的对手就从手里捏着一堆核轰炸机势均力敌的敌人，变成了一堆防空导弹都臭屁3个的恐怖分子。这直接让这套拦截体系无用武之地，整整30年没升级过一次。目前美国仍然是在用这套体系，而这套体系只能对抗战略轰炸机。而中国呢？中国的远程拦截体系在智能卫星辅助下，甚至能给你每一架战斗机分配一发导弹。
至于战舰，那更是能分配到2到3发弹道导弹，能力不在一个档次上。你说干扰，不好意思，我们有歼十6D 电子战飞机，还有轰6K 电子战特化型，完全可以确保战场数据传输稳定。最近美国方面针对台海进行了共计22次兵推，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国呢都是要被打掉500架战机才算结束，2艘航母更是一艘也别想回去。其中他们最为头疼的就是中国的超远程截击能力，这项能力构成了中国反介入作战核心。从新闻上我们也能看出来，最近美国正在逐步向外转移台湾内部的一些战略设施，甚至在日韩建设新的芯片供应中心，以逐步替代台湾制造。这些都可以证明，就连美国人都认为，在目前的实力对比之下，台湾是守不住的。